我们是大学同学，当初因为看他打排球被他迷住了。我们一开始感情挺好的，就是去年毕业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，他就有了心结，对我越来越不好了。那件事他做的忒过分了，我特别接受不了他那样骗我，但是我没有因为这事跟他记仇，他不能把我们总吵架的原因都赖在我身上。他真的特别小心眼儿，现在我只要有什么事儿惹他不高兴了，他就想着办法去惩罚我。我觉得我们已经不适合在一起了。我真没觉得我那么小心眼儿，如果他非得纠结这点儿，那我改还不行吗？我不想分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对情侣的到来是要挽救一段情感的，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3岁，来自承德，是一名健身教练；女嘉宾小蕊23岁，来自唐山，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主持人好。好。学校里打排球是吧？啊，对，打什么位置？打主攻。打主攻哦，帅啊！你是啦啦队的吗？对。哎呀，老故事了啊！啦啦队的爱上了打主攻的是吧？谁追的谁啊？一开始的话算是我先关注的他，后来嘞？然后后来就是他要的我的微信，然后就是总约我出来吃饭什么的。哦，一来二去就好了是吗？对。好，小片里面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呢？他吧就属于特别小心眼儿的。呵，这么大个子小心眼儿。对，我也怀疑是这么大个儿，心眼儿比芝麻都小。就前一段时间，他连着1个星期都很晚才回来。然后就有一天，他又是很晚才回来的啊，因为我在家我也着急找不到他嘛啊。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瓶香水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香水哪来的？他就告诉我一个女生送的，这个女生是他的这个女学员还明目张胆的就告诉我，就说那个追了他挺长时间了啊，爱慕着他啊，今天过来给他送了个香水，他就接受了。然后我说是接受了香水，还是接受了他对他的？那接受香水不就等于接受他了吗？我没接受他，我跟他出去只是吃了个饭，看了个电影，给我香水我接受了，但我没接受他呀。然后结果主持人你知道吗？然后结果我问他了吗？他怎么回答的？啊，他说人家追我也挺长时间了，我也想给人家一次机会，了解了解他。确实追我挺长时间了，但我一直没接受他呀。那你这次你不就说了吗？那这一次为啥这样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前一段时间，他自从他升职了有一段时间啊，升为主管助理了。升职之后呢，就跟以前完全两样。原来朝9晚5，回来特别早，我俩也正常过日子。自从升职之后，1个星期有2、3天都加班，有时候呢还陪领导、陪同事出去喝酒、聚会啥的，有时候甚至还让同事给送回来。你说我一个大男的在家待着等着他，给他打电话催他回家，有这样的吗？我心里肯定特别难受。所以你要报复？我这不算报复，我就是跟他说。那你这咋不算报复啊？那你就是接着我这个升职这个事儿，然后你就开始跟我说有一个女学员，然后你们又是吃饭看电影，还要给人家一次机会，那不就是报复吗？那我不是没接受他吗？那你这意思你还想接受呗？如果你改了，我就不接受。你拿这个做要挟啊？没有，就他不改你就接受是吗？没有。那我这个工作也是靠着我自己努力一步一步走上来的，我能做到这个位置是靠我自己的努力，而不像你呢，你天天的你就知道玩。那你工作努力，我工作咋了？说到这个工作我就特别来气。当初我们大学实习那会儿，因为我家是承德的，我得回承德啊，我父母也给我找实习工作了，他就留唐山了。然后他说我俩异地之后想在一块儿。他是唐山人是吧？对啊，当时我在唐山上学啊，我就回承德了。他说要结束异地，让我跟他一块儿生活。他说那个他父母在唐山给我找了一个工作，面试走个形式就行了。我犹豫了挺长时间，我在家那边工作也是我父母给我找的，挺辛苦。我如果过来，我肯定得辞了工作呀。到最后他一直跟我说这个事儿，后来我就我也挺喜欢挺爱他的，我就过来了。谁知道过来之后呢，这工作完全不是他说的那样。
面试的时候工作也没要我，我家那边工作还辞了啊，刚过来的时候连工作都没有。你说让我跟他受苦，我能好受吗？心灵？那我不也是为了咱们两个好吗？咱们两个异地了半年多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。我就是想两个人在一起努力，不也挺好的吗？他就是不理解，然后就犹犹豫豫的。那我不这么说，那我能怎么说呀？工作这事儿他骗了我，他还有别的事儿还骗我。什么事儿？他房的事儿还骗我啊？你说过来我俩得住一块儿啊？啊，住一块儿我没来的时候他说房子，他说是他亲戚的，也不要钱，就我们随便住。我过来了，房子是他租的，一个月还得交挺多房租啊。更何况到这工作也没给我安排好，我还挣不着钱。他刚入职也没工作，你说我俩多大负担？他让我跟他过来受苦来了吗？这不是？那你跟他受苦不应该吗？那是应该，但他也不能骗我呀。哦，你说他连房子事儿骗我，你说房子工作都骗我，他以后还有啥事儿不能骗我呀？我这房子找的是市中心呢，而且就是说周围的工作也都挺好的。我不希望你也有一定的发展吗？这两件事是没有跟他说实话，是还是不是，姑娘？是，那是你欺骗了他，对吧？也不算我欺骗他，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很犹豫啊，然后我也是想让他赶紧过来陪着我。那哪个情侣总异地恋？你异地恋1年2年，那感情也都没了，也就分手了，那我图啥呢？那你们现在在一起不是也出问题了吗？人家不也去吃饭看电影拿香水了吗？这算是超过我的底线了啊！超过底线就分手啊？还有更多的事儿呢。还有呢啊，说吧。就是他来唐山之后嘛，然后我就好像是他妈屁股后边追着他，我说你赶紧找工作啊。然后他就知道拿着手机玩游戏。我找工作了，我现在不是做健身教练的吗？1个星期一共有几天？7天。你3天上班，你4天休息，你4天全部都拿着手机打游戏。那你说我上3天班挺累的，休息休息，放松放松也不为过吧？那你这3天你都干啥呢？你3天得给你累成啥样？你得用4天来还，还得一边打着游戏一边休息。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了，我看着他在客厅打游戏呢，那我肯定不高兴啊，我就跟他说话嘛，不好好理我，就全部都是他那个游戏。我一生气的就是在他去洗澡的时候，我就把他游戏给卸载了啊。好嘛，他出来之后不都看见了吗？他就一把我的手机也抢过来了，把我的软件一个一个的全部都给我卸载了。那你说你待着没事上我游戏干啥？我肯定生气啊。然后他最后来了一句啥呀？你不是卸载我东西吗？我也得让你尝尝你东西被卸载的滋味。那这不明摆着就是小心眼开始报复我吗？只要我做的不顺心了，他就开始故意的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脾气，那你删我游戏我肯定烦呢，我肯定难受。还有一次我妈过生日，我感觉挺好的一个日子，结果对，那没法选，感觉挺好。结果晚上到那个回家了嘛，进家就开始跟我吵吵，就开始跟我发脾气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他就说了你给你妈过生日怎么这样？我妈过生日的时候什么样啊？是你给你妈过生日咋样？你给你妈过生日让我买蛋糕，你又买礼物，又是订饭店，那你说给我妈咋过的生日？你自己说，你咋过的？那咱们俩那时候不异地恋的吗？而且我也工作，所以我也没办法过去。那你可以跟我说呀，你跟我商量，你就说了今年等我妈过生日的时候，咱们俩一块回去，然后给她买一个礼物，那不也行吗？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？他晚上趁我睡着的时候，拿着我的信用卡给他妈买了一个苹果 iPad。然后第2天我知道了嘛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说咱们先退了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钱。我说如果你要想送了的话，咱们从现在开始攒钱，等着你妈过生日的时候，咱们也就可以差不多可以给她买一个 iPad 了。那你说我买都买了，我咋退啊？我更何况跟我妈都说了。我跟他说完这件事之后急眼了，然后人家跟我说了，你要是敢退，我就敢跟你分。结果呢？你退没退？我妥协了。对呀，买都买了，我还跟我妈说了。而且你自己的钱买呀。我那会儿挣的工资不高，但他大老远把我从承德骗过来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对呀，主持人，他就是抓着我让他从承德过来了，这件事儿不放，总觉得就是说是我欠他的。对，他得吃你一辈子以后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吧，只要他一不顺心说，你看你把我弄到唐山的，对，是吧？然后我就觉得是，确实是这件事儿我做的确实是欠妥当，我自己也知道。然后我就琢磨着，就是我在生活上边吧，宠着他，惯着他，然后什么家务活什么的都是我来做。你说我上1天班，然后我还得做家务，也挺累的。但是就是有一次，我那个在厨房做饭，我切菜的时候切到手了，他献着殷勤似的
把创可贴给我拿过来了，给我贴上了。啊，贴完之后，他老先生直接来了一句：“你休息休息，你用你另一只手炒菜。”是啊，我给你拿创可贴把你手包上了，那我要不关心你，我连搭理我都不搭理你。你关心人就是这么关心的。还有一次，我给他洗衣服，衣服那个兜我没给他掏，里边有一张纸条，他看见了，就是洗碎了，已经洗碎了。结果他直接给我来了一句：“你给我站起来。”字儿都已经看不清了，他让我站起来有什么用？他不就是小心眼吗？只要是我做的这件事儿不顺他心了，惹他不开心了，他就开始要报复我了，就是我亏他的、欠他的。那主持人，你说给别人洗衣服是不是都得把兜里东西掏干净了再洗啊？那我又不是你的保姆。那给别人洗衣服，你不得把兜里东西都掏？谁给谁洗？他给我洗的。那是你自己掏啊。那我不是忘了吗？你忘了这都是理由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脾气。你啥脾气啊？我脾气不太好啊，脾气不太好，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嚷他，会喊他。明白？你感觉是不是像养个小宠物一样？那哪是宠物啊，简直就是一个报复者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他是啥呀？我就把他比作那个《甄嬛传》里边那个华妃，你知道吧？我还真没看过那个剧，你讲讲。他就比那个华妃还华妃啊！只要是如果我工作忙，我没接到他的电话，我再给他回过去，不接。如果我迟到，就是我们两个约会嘛，我迟到1分钟，他下一次他绝对迟到2分钟啊！就是他现在的心理状况就是，你做了一件事儿惹我不开心了，我下一次我就得加倍的还给你，那这不就是小心眼，不都是报复我吗？我该他的欠他的。这都是你做的，兄弟？那有是不是都是你做的？说是有的是我做的，确实是你做的啊。是我做的。所以你是小片里是你要分手是吧？对，我不想跟他分手。你为啥不想分手啊？因为我还爱他啊！说你爱他什么吧？我的天哪！那他天天的那个为我做这做那的，家务也都让他做，他都也做了。对，你再也找不着这么一个不要钱的保姆了，是吧？不是啊，就是你告诉我，你爱他什么？他说了，天天让他做这做那，他也就做了，这是你爱他的第一点。毕竟我俩好了也挺长时间了啊，尤其是异地那会儿，我们那个离得也远，他坐火车总去找我，我也找他，感觉感情一直特别好啊，反正就是爱他。就是爱他啊，就是放不下，就不想让他那表白的那个怎么办呀？不是要给人一次机会吗？那个我完全可以不要啊！就现在你还要着呢？不是，我没要着，我没要。那个臭小子，你那个已经划清界限了啊！已经划清界限了，划清界限了吗？他就是我一个学员，我就是他教练。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划没划清界限，人家也不可能告诉我呀。他就是我一个学员，划没划清？划清了。哎，你不是上3天班特别累，你怎么有时间跟学员勾搭呢？我就好奇。因为那段时间他也不理我，他也总应酬也有。你们双方父母见过吗？见了，然后他还能办出这样的事儿。本来是打算结婚的是吧？本来就是稳定，差不多稳定了，我们两个就可以了啊。然后结果这小心眼的病一犯，那就不要命了。那你要非得说我小心眼儿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啊，你咋改啊？我慢慢改，一点一点改。哎，不是置气吧？确实是想分吧？不是置气，你要说他对我好，其实他也挺对我好的啊。就平时不犯这个病的时候，对我都是挺好的。我们两个出去吃饭、看电影啊，或者说是休息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一起玩，逗我开心啥的也挺好。知道我爱吃甜的什么的，然后他下班什么的路过的话，都会给我买。就反正不让他出力气的事儿，他都对你不错。我这么听下来是吧？让他出力气就不行了是吧？啊，跟他在一起苦吗？不苦。说实话，不苦就是。现在房租谁交啊？他交啊？他交。大声点儿！房租谁交啊？不是我交。谁交啊？他交。行了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姑娘。我觉得一个人，你决定一件事儿就别更改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改来改去也挺麻烦的。你们看吧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什么叫小心眼儿？什么叫大心眼儿？这些其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爱你，这个人你跟着他是否能有幸福。我是爱他。你先别着急说，咱列举你这些事实吧。首先，你是一个想走捷径的人，又不愿意付出，
你原先在承德的工作谁给找的呀？父母。你怎么不去找啊？找不到。好，利用父母，天经地义是吧？你觉得？他让你到唐山来工作，谁安排的呀？他父母安排的。他父母，虽然是不太切实际，对吧？就是一次面试机会，我听起来。好，有这机会你倒抓住了呀。人家父母已经给你铺了道，你能见到面试官，用你的能力，用你的特长搞定啊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啊，没有你的问题。房子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亲戚的房子随便住，况且现在即使是租来房子，你不也随便住呢吗？没让你花1分钱吧？事实上其实是一样的嘛，都是人家嗟来之食。你觉得天上能掉一馅饼，就要砸中你，因为你高，因为你帅，因为你会打排球，还因为什么呀？工作需要人家安排，房子住人家的，好不容易自己找一份3天的工作还觉得累，整天打游戏，你真是能够利用所有身边可以利用的资源，在偷懒，好逸恶劳，就连一个对你示好、被你这个外表假象迷惑的一个是女会员是吧？你要利用一下，看电影、吃饭，那是都吃了吧？饭也吃了，电影也看了吧？礼物也收了，目的是要刺激人一下，不是报复，完全就是你要显示给你的女朋友说，看我有的是人追哦。但一旦人如果真是深入了解你，你就是一个花瓶啊，而且还是心怀不轨的花瓶啊。我认为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爱，你只是在利用。你如果做得不好，我加倍的返还给你，迟到1分钟我会迟到2分钟。对，你一次做得不好，我会做得比你还不好。你就看重他的外表，听他的花言巧语，没见到他对你有多么花言巧语啊。你手指破了，这不还让你去继续做菜吗？那都是在利用你，不是在关注你。如果这个人很小心眼儿，他一定会记住每一件对他的好，并且一定会偿还给你，加倍的补偿给你。爱情上有很多小心眼的事情发生，但那都是因为爱。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过于关注，会有误会，会有一些觉得怎么那么不大度呢？但是因为爱就没有问题。但它本质上我没有看到爱啊，就是赤裸裸的利用，而且简直就不加掩饰。他付出了什么在这段恋情里头？既不积极向上，也没有对你做些什么，爱他什么呢？这副外表现在看着青春靓丽、高高大大，但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食之无味的。两个相处在一起，不是互相帮助、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、互相付出吗？没有互相，只有你的单方面啊，就为了这么一个外在的表象吗？你觉得很充实吗？你觉得值吗？不值。你的父母怎么看呀？你现在又没有什么实力，今天只出来一个女会员，明天可能另外一个女老板啊，你给的他都能给啊。那会儿他作何选择？那会儿他心里可没有你了，那会儿他就不仅仅是小心眼了，他有可能变成白眼狼了。就这样。沙老师，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啊，自我优越感太强了。你看你说什么？哎呦，你看这女会员追我，我跟她吃个饭，看个电影，你真没把你女朋友当外人啊？就这么赤裸裸的告诉你女朋友。然后你说起来你自己脾气不好这件事，为什么那么洋洋得意啊？脾气不好是一个优点吗？所以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优越感太强了，你觉得始终是你在贴着我，是你在追我，是你让我来到你的城市来配合你的脚步。而你说你现在还爱他，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可能没那么爱，但是呢，你真的离不开人家。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，但是你肯定知道你未来找不到一个对你这么好的姑娘了，对不对？你心里知道这一点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嘛，你现在想要拖住人家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其实如果未来出现一个让你动心的女孩，
你可能拔起腿就跑了。你心里一直在记恨这个他把你骗到这个地方来。你当初既然要来了以后知道是谎言，又选择继续在一起，没选择跟他分手，那你就包容啊！你要么全部包容，要么全盘否定。你夹在中间，这太不厚道了吧？然后翻回来说，女孩在一段感情当中啊，别太逞强，别太懂事儿，别太那么成熟。不是网上有一句话说特讽刺吗？说你那么成熟懂事儿，肯定没人疼你吧？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要稍微学会一些示弱，你不能为了达到你爱他的这个目的，为了让他跟你在一起的目的，不计后果。你当初既然就这么惯着他，来了房子给他找好，虽然说是欺骗了他，但是来了以后，你肯定用尽各种的方法去哄他、照顾他、对他好。你觉得你骗了他，你在弥补，你一直在弥补，一直在偿还，那他当然就习惯了你一直用这样的状态来对他。然后你稍微做的有一丁点不好的时候，这么小心眼的人，对吧？这么矫情的人，当然会来变本加厉的跟你讨还了。所以，如果说这段感情再能继续走下去的时候，你要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。就责任当然大部分问题在他，但你自己身上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。个子很高，但是其实女人没那么强大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来，胡老师。其实姑娘，既然想要获得一些什么，就要付出一些什么。但问题是获得的方式不对，获得的对象也不懂得感恩。你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男人身边，你不觉得危险？那肯定的。还是古人说得好，7尺之躯不如1尺之面，1尺之面不如3寸之舌，3寸之舌不如1寸之眼，1寸之眼不如1点真心。他对你有真心吗？你有真心吗？其实有的时候想想，你大概应该有1.9米吧，你怎么这么好吃懒做？我无法想象当初他被你骗到唐山的第1天，当他知道所有的事实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对待你。我很难想象，我也很难想象经过了他识破了你的骗局之后，你们又是如何在一起相爱相识，甚至住在一起，我也想不清楚。如果那个送香水的女生送的不是香水，是自己老爸给她的一份好的工作，你认为她今天还会在这儿求你吗？你跟一个人这么久，你还摸不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在离婚之前觉得，哎呀，平时他对我也挺好，给我买吃的，给我送鲜花。就像主持人所说的，只要不花力气的活儿，他都可以对你好。其实那都是陷阱和表面。的确，骗人是不对的，但如果有一个女生处心积虑的把你骗到一个地方，找好房子，给你安排好工作，不是他真的要骗你，是因为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他只能做到这一点。你应该有的是心疼啊，你应该有的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欺骗，对不对？但他不是，他觉得他被算计。好吧，你说别人算计了你，那请你展示你大好的抱负和你的努力。3天的工作要有4天的时间来缓解。一大个子我都想不出1.9米的个子全在一个沙发上玩手机，好意思吗？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女生，我认为她不是说着好玩的，她绝对不是仅仅是对于你威胁而已，只不过是那种诱惑还不够。如果那种诱惑够了，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，傻姑娘？你还笑呢？所以说，看一个男人，只要看他最关键的时候，一个是落魄的时候，一个是成功的时候，一个是受诱惑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是跟你经历苦难的时候。他
他没法跟你共苦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是说你难听一点，人家父母给你安排好了一份面试工作，你自己没有面试成功，你应该自己感觉到不好意思才是。你还怪别人，说别人没有把关系做足够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姑娘，只希望你看清楚了，该走就走。至于男生，只要你的志气有你身高的一半，你就算是改变了，有点骨气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就这样吧。男生就记住一点，这个生活没有白来的，记住了，没有捷径啊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亲爱的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3位老师说的挺对，把我点拨醒了。我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对你特别不好，也总是跟你生气，咱俩也总吵架，过得也不是那么幸福。但是通过这一次，我真的想改变我自己，求你不要离开我好吗？我考虑考虑吧。我知道我说再多你也，我不知道你会什么决定，但是我真的不能离开你，就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让我自己考虑考虑吧。还考虑呢？反正记住一句话，谁离开谁都不会死。请回，谢谢2位。好了，请关门。看到了一对年轻人虐心的恋情，不在于这段恋情多么的虐心，而在于恋爱当中的某一个人的整个的人生观出现了很大的一些偏差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么年轻挺替他惋惜的。希望今天的节目他真的可以受教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请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的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巨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看看女生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要保湿伊贝诗，伊贝诗防晒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太阳太阳我爱你，有了伊贝诗防晒更爱你。伊贝诗美白隔离防晒霜，美白清透不油腻，我敢晒，要保湿伊贝诗。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德芙走向新丝滑。分析专业跑者数据，打造龙形缓震结构，龙骨科技跑鞋，龙形支撑，适足坚韧，鸿星尔克。古方红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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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古方红糖。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太阳太阳我爱你，有了伊贝诗防晒更爱你。伊贝诗美白隔离防晒霜，美白清透不油腻，我敢晒，要保湿伊贝诗。要保湿伊贝诗，伊贝诗防晒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请开门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。有话跟他说吗？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吧。我知道你不会出来，但是咱俩也经过挺长时间，也有感情了。我知道我原来做的也不够好，你这次没有给我机会，也算是对我的磨练吧。
今后我会做得更好，会更加努力，更加完善自己。对不起。先回吧，谢谢你哈。